巨石阵下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你是不是觉得巨石阵就是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那圈孤零零的大石头？看着杂乱又笨重，顶多算个远古地标，甚至觉得不过是古人闲着没事儿堆起来的普通石头。那我必须告诉你，你想的太天真了。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被地表的这几块石头骗了。就在最近，通过高精度地下探测技术，已经彻底撕开了巨石阵的表层伪装。露在外面的这些巨石根本不是遗址的全部，甚至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它的地下藏着一个横跨数公里的远古超级工程，藏着5000年前人类最执着的文明追问，更藏着我们对远古先民的所有刻板偏见。我知道很多人刷到过巨石阵的视频，远远拍一圈，配几句神秘文案，要么说是外星人的杰作，要么说是远古黑科技的产物，要么扯什么神秘能量场，把这些猜想吹得神乎其神。可这些说法从来都没有实打实的考古证据支撑，反而把那群真正创造巨石阵的远古先民看得太过轻巧。试想一下，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没有成熟的金属工具，没有系统文字，没有跨地区的通畅道路，甚至连轮子都没有普及。那时候的人类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儿就是找食物、躲野兽、扛寒冬，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可偏偏就是这群连温饱都难解决的人，放下了手里的猎物和锄头，耗费整整几百年，动用几代人的力气，把几十吨重的巨石从几百上千公里外运过来，摆成一个至今都让人琢磨不透的复杂结构。他们到底图什么？地下又到底埋着什么，能让这群先民拼上全族的力量，完成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浩大工程？今天我们就跟着最新的考古研究，扒开巨石阵的土层，一步步揭开藏在石头下面的终极真相。长期以来，我们对巨石阵的认知全都停留在地表那一圈直立的砂岩和内侧的蓝石上，默认这就是遗址的全部，觉得古人就是随手在荒原上立了几块石头，凑成一个祭祀的小圈子。可从2020年启动的巨石阵隐藏景观考古项目，彻底推翻了这个认知。这个项目动用了探地雷达、3维磁力扫描等无损伤探测技术，不用大规模挖开土层，就能清晰还原地下埋藏的所有结构。最终呈现的扫描图像让全球考古界都为之震惊。巨石阵从来不是孤零零的单体遗迹，它是一个庞大遗址网络的核心节点。在它周边几公里的广阔平原下，藏着极其复杂的配套建筑。距离主石圈不远的杜灵顿圆墙附近，考古队直接扫出了20个巨型竖井。这些竖井排成一个标准的正圆环，圆环直径超过 1.6 公里，每个竖井宽10米，深5米，规模大到超乎想象。要知道，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测绘工具，没有经纬仪，没有坐标仪。古人要在几公里的荒地上画出这么规整的巨型圆环，还要精准挖出20个尺寸统一的竖井，这需要多强的逻辑规划能力，需要多严密的族群协作。这还不是全部，雷达扫描还在周边区域找到了17处此前从未被发现的未知遗迹。有按照严格几何图案排列的沟渠，有早已腐烂却留下深坑的巨型木柱基座，还有被刻意修造专门引导人群走向石圈中心的仪式通道。每一处结构都不是随机形成，全都是经过精密规划的结果。如果说地下的庞大遗址网络已经打破了你对巨石阵的认知，那2024年公布的祭坛石来源研究更是直接颠覆了我们对远古人类行动力的所有偏见。很多人都知道，巨石阵的石头分2种，外圈是几十吨重的萨森砂岩，内圈是体积较小的蓝石，而石圈最核心的位置平躺着一块6吨重的石板。这就是祭坛石，也是整个巨石阵的灵魂核心。过去几百年，考古学界一直认为巨石阵的石材最多来自200多公里外的威尔士，即便这个距离在当时已经算是极限运输，可2024年，英国顶尖考古团队联合地质学家对祭坛石做了超高精度的化学同位素和质谱分析。通过测定石块内部矿物晶体的年龄指纹，精准锁定了它的原产地。结果让人瞠目结舌，
这块6吨重的祭坛石，全英国只有一个地方能匹配它的化学特征，那就是苏格兰东北部的奥卡迪亚盆地，两地直线距离足足700多公里。5000年前，这片区域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泥泞的沼泽和湍急的河流，陆路运输根本不可能，连轮子都没有，更没有运输车辆，想靠人力拖拽6吨巨石走700公里，完全是天方夜谭。目前考古界最权威也最让人震撼的推测是，这块祭坛石是走水路运输的。先民们用木头和兽皮打造原始船只，靠着人力划桨拖拽，沿着英国寒冷且波涛汹涌的海岸线一点点向南航行。一路上要精准计算潮汐规律，躲避海上风暴，还要在特定登陆点完成复杂的水陆换装运输，全程耗时数年甚至更久。问题来了，当地不缺普通石材，先民为什么要拼尽全力从700公里外运来一块核心祭坛石？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建材需求，而是带着极强的象征意义。他们从不同的远方把带有特殊意义的石材汇聚到索尔兹伯里平原，把不同区域的信仰、力量锚定在这个核心点。这是一种跨地区的文明融合，更是一种向天地宣告族群力量的仪式。这份远超局部聚落的资源调动能力和航海技术，直接证明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除了地下的庞大工程和石材的秘密，巨石阵还有一个反常识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它的声学秘密。去过巨石阵的游客大多都有一个共同感受，站在石圈里面，说话的声音和外面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厚重，有包裹感。以前大家都觉得这是心理作用，是玄学加成，可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声学工程师直接用硬核实验打破了这个模糊认知。他们按照1:12的比例打造了巨石阵的精确物理模型，把模型放进专业消音室做全方位声学测试，最终结果完全验证了游客的感受，不是错觉，是刻意设计。石圈内部的声音混响时间被刻意拉长，说话、敲击器物的声音会变得格外饱满浑厚，而且外圈巨石的排列角度经过精准计算，能有效打散声波，不会出现刺耳的回声和噪音。可只要你踏出石圈一步，这种独特的声音包裹感会瞬间消失，再也找不回来。很多人说这是古人制造的次声波装置，能操控情绪。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但我们不可否认，这种声学设计对仪式感的塑造达到了极致。5000年前的先民平时生活在寂静的荒野和简陋的木屋中，突然走进这个特殊的石圈，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胸腔共鸣，在时间回荡，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感会被无限放大。他们会觉得这里是连接天地的神圣之地，是能和自然和星空对话的通道。这些石头不仅占据了大地空间，更重塑了先民的感官体验，而这一切设计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头顶的天空。我们都听过巨石阵和夏至日出对齐的说法，夏至当天，第一缕阳光会精准穿过石阵大门，直射祭坛石核心。这是教科书级别的天文奇观，可这只是巨石阵天文设计的基础，真正让人震撼的是它对月亮运行规律的精准捕捉。这里有一个专业的天文概念，叫月亮主要停顿期。太阳的运行周期是1年，很容易观测记录，可月亮的起落点有一个极其隐秘的摆动周期，长达18.6年。这个周期极其缓慢，没有长期观测根本发现不了。5000年前，先民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没有文字记录，没有观测仪器，一个人穷尽半生都未必能完整记录这个周期。想要摸清规律，必须靠几代人，甚至10几代人，日复一日站在同一个位置观测，把经验口口相传，代代延续。后续的考古研究证实，巨石阵部分石块的排列角度刚好和月亮18.6年周期的极端起落位置完全吻合。这说明先民早已突破了生存的局限，开始长期系统的观测天象。他们用最笨拙、最沉重的方式，把虚无缥缈的天文周期牢牢定在了大地上。
我们总喜欢用现代人的傲慢去俯视远古先民，觉得他们落后、愚昧。一旦看到这种宏大工程，就下意识归为外星人干预、失落黑科技。可这些阴谋论从来都站不住脚。巨石阵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什么神秘玄学，而是先民那份近乎执拗的坚韧。他们明明可以把所有力气都花在狩猎、采集上，专注于活下去这件事儿，可他们偏偏抬起了头，不再只盯着脚下的食物和土地，而是看向浩瀚的天空，追问太阳为何东升西落，月亮为何缓慢游走，世界到底按照什么规律运转。他们没有工具，就用石器打磨巨石；没有运输设备，就靠人力和原始船只跨千里运石；没有记录方式，就靠代代相传坚守观测。他们用几百年的时间，把对天地的好奇、对秩序的渴望，全都刻进了这堆石头里。巨石阵下面没有外星人的基地，没有神秘的能量场，没有所谓的文明密码，埋着的是一群远古先民的执着，是人类文明萌芽阶段最珍贵的思考，是从被动活下去到主动问世界的跨越。我们总说文明的标志是文字，是金属，是城市，可巨石阵告诉我们，文明真正的开端是人类不再满足于生存本能，开始抬头仰望星空，开始追问自身与宇宙的关系，开始用尽全力把无形的天地秩序变成有形的永恒印记。这堆沉睡了5000年的石头，从来不是古人的无用之作，而是一份来自远古的文明答卷。它告诉我们，即便身处蛮荒，即便力量渺小，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对世界的探索。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好奇与执着，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